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中，人们常常把善理解为一种规范，说话要得体，做事要有逻辑，工作要可量化，关系要可控，甚至连生活的每一步都要有迹可循。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《道德经》的第27章，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智慧，它几乎是对标准与可见秩序的彻底颠覆。老子在这一章里讲的不是技巧的精进，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善，一种不留痕迹、不显形迹却最为深远的行动之道。这一章的起句非常具有启发性。他说：“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真正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任何车辙和脚印，一个真正善于言谈的人不会让人挑出任何瑕疵。这句话本身就挑战了我们对于成效的基本认知。在当代职场环境中，所谓的能力往往要靠明确的数据、可视的业绩，甚至夸张的表达方式来呈现，而老子所说的善行却像是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它不是否定结果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最深刻的影响不是喧嚣之中树立的丰碑，而是无声处悄然改变的轨迹。想象一个真正有管理智慧的领导者，他的部门井井有条，成员各尽其职，但他本人却仿佛无为。他不靠大声命令，不靠频繁干预，却能让整体运行得更好。这正是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的精神。他的管理不是靠制度上的锁，不是靠权力上的钥匙，而是通过一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信任，使得系统自身有自组织的能力。它能够闭合一个系统，让它自然稳定，不被外力轻易扰动。这种闭不是强制的封锁，而是顺应每个人内在机制的柔性收拢。接下来的句子，善术不用筹策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念。善于计算的人不需要拿出算盘，也能心中有数；善于缔结关系的人不需要合同与条文的捆绑，人与人之间却牢不可破。在现代社会，这对我们有哪些启发呢？首先，他告诉我们不要迷信工具。今天的人们太依赖外在的工具、公式和指标，我们习惯用表格评估绩效，用打卡系统监督纪律，用合同约束信任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。老子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制度与规则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真正高明的运行机制来自于人心的自觉与互信，而不是外在框架的层层设防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章在当代工作场域中特别值得深思。当管理者一味追求可控性，他很可能会压制个体的自主性，从而使整个组织变得低效与僵化。而如果他能以无绳之节的思维建立起基于理解、共识和尊重的组织文化，就能让系统实现真正的弹性与持续成长。善结者不靠外在手段，而靠内在契合。紧接着，老子把这一层智慧带入了更深的层次。他说：“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”这里的救，并不是一时的援助，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成全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并不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能力，而是他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，也不轻易废弃任何一个事物。在当代，这句话对于我们的职场管理、人际关系乃至家庭教育都有深远意义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常常对绩效差的员工不假思索地打上标签，继而边缘化排除，仿佛只有快速取舍才能提高效率。但老子的逻辑完全不同，他主张一种无弃的态度，这不是盲目的宽容，而是对人性潜能的信任。那些看似不善的人，也许只是未被真正理解，未被正确引导而已。优秀的管理者与教育者，真正的善人，正是那些愿意挖掘与唤醒他人潜能的人。
他们不以一时的表现为定论，不把人的价值封死在短期的成败之中。再看无器物，这一理念也极具生态哲学意味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消费与快速淘汰的年代，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，资源浪费越来越多，人们对旧物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。然而老子却说，善于旧物的人不会轻易丢弃任何东西，这不单是一种环保意识，更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尊重。每一个物件，每一份资源背后都蕴藏着时间的积累与人力的投入，他们都不该被轻易忽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所谓绿色经济或可持续发展，正是老子无器物思想的当代表达。而这段文字中最富哲学深度的，莫过于后面这一层转折：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。一个善人，不是以优越感自居的个体，而是以包容心为本的引导者。反过来说，那些还不成熟、还未觉醒的人，反而提供了善人成长的材料、修炼的场域。我们今天在家庭关系中，尤其容易忽略这一层义理。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，常常抱怨子女不听话、不上进，但却忽略了正是这些不善的表现，才激发父母自身对于爱的深度、耐心的极限、智慧的扩展。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，而是父母内在成长的资，这正是以教人为学的深意所在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拓宽，会发现这种师资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和学校，也贯穿于整个社会制度之中。一个社会中总会有强势者与弱势者，规则制定者与规则边缘者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分布。倘若强者能意识到弱者正是他不断校准自我、深化智慧的契机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更少歧视与压迫，多一点理解与转化。真正的善不是消灭对立，而是化解对立；不是去除不善，而是转化不善。也因此，老子才会在结尾说：“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大迷。”一个人若轻视师的价值，忽略资的意义，就算再聪明，也陷入了深深的迷雾。从无痕之行到无器之人，从无绳之节到无资不成，这一章贯穿着一种根本的逻辑：真正的善不是表面上做了多少，而是内在上融合了多少。这种善是无形的，不需要张扬，是内敛的，却极具穿透力。它不靠语言表达，也不依赖权力施展，却能深深影响一个人、一个组织，乃至一个社会的底层结构。回到当代社会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现实：在高度碎片化的工作环境中，在速食式的情感关系中，在功利化的教育与管理体系中，这样的无痕善越来越稀有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的价值才显得越发稀缺与珍贵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这个充满控制欲与绩效焦虑的时代，真正高明的修养之道，不是掌控一切，而是让事物回归其自然秩序；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不断成就与滋养别人；不是追求有迹可循的成功，而是在无为之为中孕育深远的影响。那么到了这里，我们是否可以说第27章是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无痕的影响者，或者说如何在不强行改变世界的前提下，让世界因你而悄然改变？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却深刻的力量，它不需要喧嚣的证明，也不具无声的存在，它是温柔却坚定的，是包容却不妥协的，是简朴却极具智慧的。而正当我们沉浸于这种看似柔弱却实则坚韧的善之道时，第28章即将带来一个更大的转折。那一章中，老子将引领我们从善进入复归的深层世界，谈到如何保持婴儿般的纯真，如何知雄守雌，如何以柔克刚。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方向，指引我们回归本源，从根本上重塑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到底什么是恒德，又为何知白守黑才是大智慧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